26春夏秀場可謂是熱鬧非凡，大家耳熟能詳的各個高奢品牌紛紛換帥，每位設計師呢都拿出了渾身解數，想要證明老闆挑我沒有錯我是一個正確的跳槽舉動。那除了可以看到各家品牌都被紛紛注入了新的 DNA 以及形象之外呢，我們還可以在秀場上面找到非常多熱鬧的元素。那比如說 Chanel 秀場上面呢，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非常绚爛的羽毛裙擺 ，LV 秀場上这一套波光粼粼仿皮草的一個上衣，愛馬仕呢將自己的看家本領絲巾去跟皮具做出了完全不一樣風格的結合。迪奧一改窈窕淑女的形象，直接變成了俏皮幽默又懂一點科技感的混血英倫身。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 Aileen。那今天的視頻呢是要跟大家來分享我總結出來的2026春夏8大流行趨勢。那這些趨勢呢都是我通過觀看各類的秀場以及街拍達人所總結出來的一些規律，那希望這些視頻呢能夠給大家在即將到來的26春夏增添一點穿搭靈感。我們就迅速開始吧。首先呢，我覺得在2026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單品是已經到了我們無法忽視的地步了，就是絲巾。絲巾的重新出現，讓它不再成為是一個裝飾品，它被賦予了更多的可能性。一開始呢，可能我們會有刻板印象，說絲巾呢只能繫在脖子上，但是在剛剛過去的2025，我們其實就能夠窺見端倪，絲巾開始出現在了腰部、頭部。那我呢也為此專門整理出來了一個關於絲巾怎麼繫的一個合集視頻跟大家分享。如果還沒有看過那期視頻的話，我會把鏈接貼在下方的信息欄裡。到了2026年呢，絲巾這一個單品呢，直接是在2026秀場上面被各個高奢品牌確認。愛馬仕的做法呢，非常具有代表性。通常呢，我們會想說絲巾是拿來綁 Birkin 的帶子然後放在包包上面做裝飾最多就是打在脖子上。但是今年我們在秀场上面可以看到，它直接是拿絲巾去跟皮革单品制成了一件完全不同形態的上衣去進行穿着。絲巾並不再是一個附屬品搭配包包用的，而是說它直接進入了穿搭邏輯的本身，和皮具外套廓形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造型。那 Celine 秀場上也可以看見絲巾的運用非常的充分，它有各式各樣的能夠把絲巾變成大衣一部分的一個操作辦法。可以讓絲巾變成肩膀的一部分，當然它也可以是這件大衣上面的一個裝飾品，一個花紋圖案，讓純色的大衣瞬間變得生動有趣。還有一個做法呢是非常吸引我眼球的，在 Juste for Norton 的秀場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絲巾直接變成了男士的裙子，這也就意味着絲巾不再是一個加分項，而是一種態度的表達，它可以出現在全身造型的任何一個位置，特別是衣櫥裡面喜歡純色衣服的朋友们，我覺得絲巾絕對是一個花小錢辦大事的好投資。那要說有一種褲子呢，在2025年真的是非常火，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搶答了吧？沒錯，就是彎刀褲。褲在2025年已經火的不知道用什麼詞來形容了。所有品牌裡面呢，你都能找到彎刀褲的影子，甚至是國民品牌優衣庫主打一個基礎剪裁不會出錯，他們都出了彎刀褲，並且呢，我前幾天我還想看看它銷量怎麼樣，一點 bestseller， 發現第1名竟然是彎刀褲。那在2026年，彎刀褲這個流行不但沒有退去，反而更加膨脹，它直接就演變成了上窄下鼓、立體感非常強的氣球褲。並不只是單純的很寬，而是更有建築立體感。在腰胯這邊呢，可以說是比較貼合，在大腿一直收放到小腿中部呢，都屬於是一個非常寬的狀態。那從這條褲子當中，我相信大家應該也能夠窺見，穿搭的重點呢，不再只是顯瘦顯高，反倒是要如何去創造屬於你自己的建築線條感。那跟彎刀褲一樣，我相信各個品牌所出的廓形都會有點不一樣，一定能夠找到適合你的那款。2026年外套呢，直接搖身一躍變成了主宰整個搭配的關鍵，直接從搭配層次升到了成為了整個造型的主體，不再去強調內搭有多麼的豐富，層次有多麼的明顯，而是把所有的視覺重心直接壓在了一件外套上。是像迪奧秀場上面這一件非常吸睛的斗篷外套 ，Look 43這一件棕色長款的大衣，它整個是靠着一個吸睛的剪裁和形狀完成了一整套 look。還有
67這一件極具設計感的風衣外套，真的我覺得這麼一件裹出門哈，別人真的不會 care 你裡面到底是穿了什麼，有沒有穿。那我觉得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穿这些个外套出门哈，好像是有一点誇張。但是今年春夏確實是有這麼幾款外套是有一點回潮的，甚至是說會成為一個比較主打的單品。首先一個是這種 oversize 的皮衣，皮衣的話，我覺得一直是沒有退流行，但是它的整個的形狀剪裁，包括整個的廓形上是有蠻大的改變的。從一開始比較緊身的這種，一直到這1-2年很流行的這種 oversize， 甚至是有把皮衣跟飛行員夾克做成結合的這一類的單品，都會在今年的春夏非常好。那還有呢，就是長款的風衣啦，比起前2年一直流行的谷倉風夾克，這種偏中短款式的上衣外套呢，今年春夏會把這個長款風衣再刮回來。我覺得其實小個子也完全不用擔心說長款風衣會看起來顯矮，只要長度跟版型挑對了，其實是能夠讓你整個人很有挺拔的一個感覺的。再或者呢，就是待會兒會跟大家聊到的這種有點墊肩的西裝，看起來非常有 power 的上衣，都是屬於今年春夏能夠頻繁見到的外套類單品。那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是不是又在想，怎麼又是低腰裙？說實話，低腰裙已經在秀場上面出現了非常多年了，但是今年的低腰裙相較於以往的款式呢，它其實是會更保守的，不會像前2年這樣miu miu整個把腰拉到最上面，露出一大半截的上半身在外頭。裙長在變長，雖然說腰還是卡在胯往下的一個位置，但是整體的露肤度會減少很多。比如說在 Chanel 的秀場上面，我們就可以看到低腰裙其實並沒有被做得非常的張揚，不會有那種刻意露出腰部線條或者是強調胯骨的一個設計。更多的其實是就是腰線稍微整體的往下挪了一點點，再去配上稍微合身的上裝，讓整體的身材比例顯得稍微的比較平。像 Look 29呢，我覺得這一整套就非常有像在致敬20年代的 Flap Girl 的一個造型感，取消腰線，沒了這種整個沙漏斗式的一個腰身，讓身材呢不再是為了好看而服務。其實放到今天的話呢，邏輯也是一樣的，是衣服是服務於人的，設計師呢決定不再幫你過多的去修飾身材，享受一個不被美化的身體。那在連續了好幾年流行的這種老前鋒、勁奢風，時尚界呢是對這些非常樸素的顏色也感覺有一點無聊了。今年秀場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大量的飽和度比較高的色系出現，會有一種大膽玩跳色的感覺。那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Pantone 發布的2026色呢，竟然會是 Cloud Dancer， 非常白淨透徹的一個顏色，它就能夠很好的去適配所有非常大膽、熱烈、奔放的亮色系。那我覺得比較吸睛的有2個色系，一個就是今年春夏一定會大火的 All White 穿搭，還有呢就是 Shades of Blue， 藍色絕對會是在今年春夏佔有一席之位的。那關於顏色呢，在這裡要稍微賣一個關子，下周的視頻呢會跟大家專門花一整期跟大家聊一聊今年春夏流行什麼顏色，普通人該如何駕馭，以及我自己總結出來的色彩搭配公式。感興趣的話呢，就不要忘記訂閱關注一下我的頻道。那除了絲巾啊、氣球褲這一些個元素之外，還有一個呢非常重要的元素，又或者說是信號，那就是羽毛和流蘇。這一季的羽毛流蘇呢，它不再只是一個裝飾品，它是一個制造動感、光感的一個工具。而且你會發現哈，各家對於流蘇或者是羽毛消化的方式都不一樣。比如說在 BV 的秀場上面呈現的方式呢，就非常的現代。我直接一眼被吸引的就是這一套。整體的上衣呈現的是一個皮草的感覺，有波光粼粼的，走路的時候還能夠看見非常靈動搖曳的一個類似水面反光的一個效果。我就想說是什麼樣的材質能夠做出這樣的效果，後來一查發現，這竟然是再生玻璃纖維製成的一件仿皮草外套。那在秀場上面不僅有這種純色的版本，它還做了漸變的版本，顏色呢在流動中慢慢的過渡，而且隨着模特走動的時候呢，以及呈現出來的這種反光鏡面的效果，非常的靈動，讓整個造型呢都多了一份活人感。Alaïa 秀場上面所呈現的這些流蘇呢，走動的時候可以看到線條延伸、斷開再連接。那 LV 秀場上面呢，
也有流蘇元素，在整體的配色和質感中呢，就非常有莫奈畫畫的一個感覺。這種筆觸和層次感是我覺得別的面料材質所沒有辦法達到的。流蘇呢，在這一些個單品上呢，會更像是一個顏料塗層，隨着身體的移動呢，去製造了一個不斷變化的視覺效果。那說到羽毛呢，Chanel秀場上面這一個羽毛半裙啊，也是被大家廣泛討論以及關注的。上半身基本上沒有任何信息量，下半身則是集中的去展現了整個的戲劇性和動感。那我覺得普通人在2026想要駕馭好流蘇這個元素，並不是代表說你一定要去買一件整身都是用流蘇製成的裙子單品。更簡單容易操作入手的方式呢，不妨是從包包上帶一點流蘇的配飾啊，又或者是我們平常會圍的圍巾上面的這種流蘇碎碎的一個靈動感呢，都是可以非常好去詮釋這一個元素的。的2026年其實就是在走兩個極端了，除了剛剛聊到的這個氣球褲之外呢，還有一種褲子呢，真的就是深深的抓住了大家的眼球，就是 skinny chart。它整個強調的是這種縱向的腿部線條，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搭配這種 skinny pants 呢，上衣方面大家都會去選擇稍微誇張一點、分量感很足的，比如說這種帶墊肩的西裝外套，又或者是整個肩膀設計的非常飽滿的襯衫。Celine 秀場上面呢，它依舊是用這種緊身的褲子去搭配了非常有分量感的襯衫上衣。那我這裡呢給到的一個小 tips 就是，如果你擔心肚子上有肉肉，沒有辦法像模特這樣整身扎進去，還能呈現一個非常完美的身形的話呢，不妨就可以去學習穿搭博主的這些個詮釋辦法，拿它去搭配 oversize 的墊肩寬西裝，就很容易穿出大女主的氣場。最後一個聊聊配飾。那通過剛剛分享的這幾個流行趨勢，大家應該也會發現，2026年其實是從極簡主義慢慢往極繁主義上面去靠攏。那配飾方面呢，尤為明顯，大家已經去拋棄了這些線條簡潔明了，然後整體設計語言很乾淨的首飾，而是去反向操作，選擇了多層疊搭、量感很大，甚至是有復古感的這些個配飾。那比如說，可以在 Dries Van Noten 的秀場上面看見這一些個量感吸睛十足的配飾單品。那我今年呢會想找的就是去 Vintage 或者是二手市場，甚至是這種各種的周末 market 上面去淘一淘，有沒有很復古感的、很好看的這一些個胸針，那把它拿去搭配，不管是比較厚實的針織衫，純色的，又或者是讓它跟絲巾去做一個結合，成為絲巾跟大衣中間的一個媒介，它立馬能夠呈現完全不一樣的效果。以上呢就是今天視頻為大家總結的8個2026春夏流行趨勢。那一個呢是你比較想去嘗試的，哪一個你是覺得真的不能碰的，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評論，期待跟大家多多的互動，你們的支持真的是我更新的最大動力。再一次感謝你花時間看完了我的視頻，我是Aileen，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